美国总统拜登周二结束任内首次亚洲行，在这趟明摆着拉拢盟友、试图对抗中国的旅程中，日本恐怕是跳得最高的国家。首相岸田文雄同拜登会谈后大放厥词称，日美将在多个与中国有关的课题上紧密合作。两国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声明更是赤裸裸操弄涉华议题，多处点名对中国进行指责。针对这些错误言行，中方急召日本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周二深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治水史雄，就日方在日美领导人会谈、日美联合声明及日美印澳四边机制峰会涉华消极错误言行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长期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苏晓辉向深圳卫视分析，此次中方约见的是日本驻华公使，而非驻华大使，释放出中方在日本配合美国猛烈的印太攻势，充当马前卒对华加压围堵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冷静克制的态度，展现足够的战略定力以及对把控局势的一定自信。我们通过这种约见公使的方式来向日本传递信息，也表现出的是中方对于未来局势发展的一种自信。对于近时期日本在中日关系以及地区问题上释放出的一些错误的信号，中方已经非常清晰地感知到，对于日本当前外交政策的一些负面的变化，中方也是高度关注。所以呢，要向日方释放出信息，希望日本呢更加谨慎地考虑中日关系的发展，考虑日本作为一个地区国家，它应该扮演的角色和对于地区发展应该做出的积极的贡献。外界注意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一同访日的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执意操弄涉华议题，多处点名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并称将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鼓吹在地区延伸武力威慑。除了老调重弹，在涉港、涉疆、涉台等议题上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之外，此次的日美领导人联合声明还特别强调，拜登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此外，岸田和拜登再借海洋议题说事，狂言中国试图改变东海现状，搞非法海事声索，将填海建造的岛礁军事化，以及在南海搞胁迫性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恶炒东海、南海和台海的3海问题。前不久，岸田还就东海问题提出抗议，他甚至在访问英国期间也不忘含沙射影攻击中国的东海和南海主张。针对美日领导人联合宣言对华无理攻击抹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中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在有关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正当合法。中方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致力于同东盟国家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日美歪曲事实和真相，无视有关问题的历史经纬，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在日美联合声明中，岸田和拜登还明确表示，有意深化在第三国进行联合演习和军事能力建设的合作，包括日本海上保安厅和美国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两人还对签署这2个机构的合作备忘录附件表示欢迎。日本知名历史学者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立原19四表示，日美双方表示要进一步强化军事同盟，加强美国以核武器与常规战力参与日本防衛的所謂延伸威慑能力，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向。危険なのは核兵器共有なんて、これがね、かつての原子爆弾の核兵器の被害を受けた日本の政治家が言うこと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が、核兵器核共有なんてことを平気で言ってるし、そういう点で全くね、核の傘っていうのはまさに欺瞞であって、逆にアメリカが日本の周辺に核兵器の基地とかを配備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逆に日本の方が核兵器の、先制攻撃されているっていう。对于日美企图通过抹黑中国来拉拢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汪文斌一针见血地指出，亚太各国人民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绝不允许将军事集团和阵营对抗引入亚太，拉帮结伙制造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注定失败。美国和日本在谈所谓的地区安全环境的时候，试图浑水摸鱼，把中国的内政问题与这个区域问题，甚至与乌克兰问题相提并论。所以呢，在当前，当日美在联合
声明当中谈到中国威胁的时候，可以说既有非常明确的战略上的敌意，那同样呢也是在进行一系列的议程的设置，似乎呢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为未来对中国进行围堵，包括插手中国的内政，制造更多的契机。所以这一点危险的动向是中方看得非常清楚的。相较于美日联合声明赤裸裸提及中国威胁，香港南华早报形容1天后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联合声明却字斟句酌，避免提及中俄。分析指出，这是因为四边机制中并非所有国家都对刺激中国以及将四方安全对话变成亚洲版北约这两件事感兴趣。与之相反，亚太区域国家更多希望在与美国合作时实现真正的经济一体化和利益，而不是被当作对抗中国的工具。4个国家考虑到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反应，而更多的是考虑到未来美国的四方安全机制，它要进一步的扩大，要进一步的拉帮结派，尤其是近时期美国急于拉拢东盟国家，那么不能够让东盟国家产生更多的质疑甚至反弹，所以把基调放得低一点。这一份声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风平浪静，但实际上是暗藏玄机。